学生和师娘之间能发生什么呢？这位年轻人是个钢琴天才，别人需要2人合作才能演奏的曲目，他仅仅是旁听了一小段时间就能够独自完美演绎。但他现在遇到了麻烦，因为他看别人弹琴手就痒，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，他动手弹了那架已经调音完毕的正准备用于音乐会的钢琴，结果被一群保安发现了，甚至连正在化妆间的钢琴教授也被他的弹奏声吸引出来。此刻他正藏在厕所隔间里不知所措。他的名字是郑宇，平时是个送快递的。就在这时，教授碰巧也进了厕所，郑宇也碰巧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外面。教授看到没人出来捡手机，就好奇地弯腰看了看。郑宇一看手机，发现有新快递任务，他不能再藏在里面了。但外面的人都已经知道弹钢琴的是个快递员，所以他迅速把快递服反穿，装作刚用完洗手间的样子。郑宇出来后就被一直在外等的教授抓个正着。教授是个极其真实才华的人，他察觉到了郑宇的潜力，想收他为徒。偏巧这时有个保安进了厕所搜索，教授拉着郑宇躲进了隔间。在保安敲门时，教授竟帮郑宇隐瞒，之后甚至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帮他脱身。这位教授名叫姜俊祥，他是韩国瑞涵大学音乐学院非常有名的教授。由于学院里另一位教授培养出了一个杰出的学生，使他感到压力，这让他心中不满，所以他迫切希望也能找到一个杰出的弟子来证明自己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直到遇到了郑宇，第2天他把郑宇的事情告诉了妻子，希望他能帮忙判断是否是一个有潜质的学生。因为他的妻子虽不是教授，但无论是钢琴技巧还是识人眼光都非常厉害。妻子一听说是昨天音乐会上惹麻烦的那个年轻人，也感兴趣了。既然今天休息，那就见一面吧。由此，一段年龄差异达20岁的不寻常恋情悄然展开。第一次见面时，美善对眼前这个小伙子并没有放在心上，而郑宇在看到这位女士的瞬间意识到自己竟然对她一见钟情。美善直奔主题，命令郑宇为她弹奏钢琴，他还用他制造的麻烦来威胁他，声称自己是昨天音乐会的负责人。他放出话来，如果谈判不成就让他吃官司。郑宇展现了自己的惊人才能，让美善开始刮目相看，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。他忍不住询问郑宇的师承，原来郑宇只是在孩提时代上过钢琴课，后来全都是靠自学，看网上的视频。他弹的钢琴都是捡来的，是别人不要的旧琴，每首曲子他都要反复弹奏上百遍，直至熟记于心。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如此卓越，使得美善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分敬意。美善决定与郑宇一起合作4首连弹，2人都全情投入，沉浸在音乐之中。随着音乐渐入高潮，2人似乎在精神上也达到了某种共鸣。曲子结束时，2人都精疲力尽，却依然意犹未尽。美善心情极好，临别时给了郑宇一个丰厚的奖励，然后他自己跑回房间偷偷回味刚才的合奏。离开美善家后，郑宇精力充沛，仿佛注入了强心剂，兴奋地连跑了10公里。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美善的身影，那次合奏也让美善体验到了久违的快乐，他甚至带着微笑进入了梦乡。在得知妻子非常看好郑宇之后，姜俊祥主动联系郑宇见面，表达了想要收他为弟子的意愿。他建议郑宇参加瑞涵大学的入学考试，这样他就可以正式成为自己的学生，并且让大家都知道。郑宇并没有拒绝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么好的机会，那毕竟是韩国最有名的音乐学府，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，而他竟有望成为其中一员。可是连高中毕业证书都还没拿到，郑宇决定回到高中找自己的班主任，告诉班主任自己即将去上大学，但班主任却一脸怀疑，显然不相信他。直至他拨通了姜俊祥教授的电话，教授果然不同凡响，几句话就让班主任信服，态度大变。看着班主任的样子，郑宇不禁沾沾自喜。姜俊祥对自己的爱徒照顾有加，见到好东西总想着要买给郑宇。那天晚上，姜教授夫妇俩拜访了郑宇的家，直到那一刻，郑宇才恍然大悟，心仪已久的女人竟是自己的师母。发生了这样的误会，美善竟在郑宇面前洗起了脚。这是夫妻2人第一次来到郑宇家，出了不少岔子。美善刚坐在床上就不慎踩上了老鼠贴，郑宇着急的想上前帮忙。姜俊想问那是什么东西，听说是用来抓老鼠的，他并没有伸手相助，反而丢下妻子往外跑。郑宇问他要去哪儿，他说自己最怕老鼠，还是在外面等好了。美善自己费了好大劲也没能处理掉，他问郑宇为什么这么痛，感觉脚底像是着火了。郑宇解释说那是强力胶，想帮忙却不知从何下手。在得到美善的同意后，终于小心翼翼地握住了他的脚踝。见姜教授又要进来，郑宇急忙叫他把门关上，说里面可能有老鼠。这话吓得姜教授赶紧说他会在车里等他。郑宇趁着这个机会将美善抱到了卫生间。郑宇越发大胆，还想帮美善洗脚，这次美善却没有同意，他说自己来洗就行。不巧的是，门外传来了女朋友和朋友的声音，郑宇赶紧起身去把他们送走。看见美善的高跟鞋，他小心地摆放好，自己却因为紧张而变得不知所措，说话都开始结巴了。看着美善细嫩的脚丫，郑宇头昏眼花，担心自己控制不住情绪，便帮美善整理行李，催她现在就离开，同时告诉她自己会参加后天的考试，
并借此机会向美善表露心迹，希望美善是自己的老师，而不是江俊祥。两人离开后，郑宇的妈妈则被他没打个招呼，对他们的接待不周到。郑宇的女友多美更加热情，看到男友有所成就，马上就想给他生个宝宝。可他们都没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悲剧，因为一个小伙子夸赞了他的脚，他就在半夜对自己的脚下了番功夫。原来郑宇在网上与一个弹钢琴的朋友交流，不知那人正是美善。美善也没想到会这妖巧合，发现了郑宇的身份之后，他选择了不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，继续以假身份和他交谈。看着郑宇赞美自己的假身份的脚，他也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自己的脚。郑宇又说他身上有股香味，他也使劲嗅了嗅自己。最后郑宇还问了他一个问题，问被女人的脚吸引是不是很奇怪。如果郑宇知道他正和美善本人谈论他的脚，他可能会羞愧的当场消失。看着已经睡着的丈夫，美善自己也躺回了床上，但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。之后又起床将刚涂的指甲油擦掉，显然已经被郑宇搅乱了思绪。郑宇第二天结束考试后，需要让江俊想听一下他明天考试的曲目。没想到一来到钢琴教室，就看到美善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面对让他心动的女人，他那不安分的手又开始动起来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保安室的工作人员正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郑宇轻手轻脚地脱下了美善的高跟鞋，他对美善的脚的确情有独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善的手机突然响了，郑宇心虚的赶紧逃开。是保安发现了郑宇的不当行为，给美善打了个电话。保安向他详细讲述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。通过保安的话，他注意到美善给的提示，这才意识到有监控摄像头，羞愧至极，感觉丢人现眼。郑宇急忙找借口说要去练琴来掩饰尴尬，但内心却是波涛汹涌，演奏时手足无措，远非平时的状态。美善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育。就在这时，他那视如珍宝的导师出现了。导师看到郑宇这么顺从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随后进行了他成为师傅以来第一次有效的指导。郑宇回家后对着沙袋发泄，自责自己太没面子了。为了第二天的钢琴考试，他四处寻找暖手壶，但家里却找不到，把不满的情绪撒在了妈妈身上。夜已深，妈妈安慰他说明早给他买一个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，他妈妈已经买好暖手壶，在往家赶的路上。郑宇醒后焦急地给妈妈打电话。这是韩国最著名的音乐学府瑞韩大学音乐学院，此刻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招生考试。然而这场看似重要的考试只不过是形式而已，因为实际上已经录取的学生名单早已出炉，全是那些顶尖财团的子女。结果真正有才华的学生几乎没机会，郑宇却是唯一一个学院真正想要的学生。学院希望利用他的才华来证明考试的公正性，但考试时间已过，郑宇还没出现在考场。美善焦急地联系不上他，作为负责人的他异常着急，江俊祥也不知所措。最终因郑宇超时未到而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。学院的高层因此对美善大加斥责他办事不力。直到美善的助手带着他找到了郑宇，原来是郑宇的妈妈遭遇车祸不幸去世。美善看着此刻的郑宇，深感悲痛，心中不再有任何怒气。这样的原因让人无法去责怪他。看着母亲被推进火化炉，郑宇自责不已。之后他决定卖掉家里的二手钢琴，又开始了打零工维持生活，同时等待服兵役的日子到来。美善试图多次联系他，但他一次都没接。江俊祥也不愿放弃，美善同样坚持不懈。他给郑宇寄了一本做了标记的书，希望能以此改变他的想法。这确实产生了影响，郑宇读后感到心动。当晚他驾驶工作用的卡车来到了美善的家，在车库与刚回家的美善相遇。简短的寒暄后，郑宇告诉美善不要再寄东西给他，他过得很好。美善认为他在撒谎，郑宇说没关系，因为无论在哪儿他都感觉像是在地狱。美善看着他疲惫的面容，不由自主地抚摸着郑宇的脸。郑宇告诉他不要这么做，但美善没有停止。郑宇突然紧紧地拥抱了美善，说他快要崩溃了。美善刚与年轻人亲密的接吻，紧接着却说自己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。在昏暗的车库里，郑宇没能抑制自己，激烈地吻了美善将近1分钟。如果不是因为缺氧，他本可以继续吻更长时间。被吻的美善不但没有反抗，反而带着郑宇进了屋。两人轻手轻脚地进屋后，美善将郑宇带进一间房间，让他在里面等着，随后就出去了。郑宇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觉得自己还年轻，有些事不太懂。美善自己则去了厨房冷静思考，正在出神地想事情，却被家里保姆的声音吓了一跳。她让保姆去休息。从保姆那里得知丈夫江俊祥即将到家，她立刻拿出手机联系丈夫，询问他的位置。果然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原本说是明天才回来的江俊祥，没想到今晚就要回来。美善感到了一丝慌张，玩乐似乎不再可能进行下去，她努力平复情绪，走进了郑宇的房间，假装对车库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，奇怪地问郑宇为何此时在这里。表面上否认是自己邀请他的，郑宇自然听出话里的弦外之音，明显是在催他离开。就这样，郑宇离开时巧遇江俊祥，美善也急忙去淋浴清醒一下，试图冷静自己的情绪。回来的江俊祥并未觉察到异常，只是从此以后美善变得越来越不安。她给郑宇的消息石沉大海无回应，
而郑宇自己也越来越烦躁。在听到楼上辅导班钢琴声的那一天，他终于忍无可忍，郑宇被刑事拘留，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辅导班的女老师开出了700万镑币的和解条件。穷小子郑宇哪来这么多钱？他考虑接受刑罚，宁愿在监狱里待上2年。他的女友和朋友们也急得不知所措。现在他们寝食难安，头疼欲裂的他去进行按摩，按摩师竟是郑宇的女朋友多美。多美明白来这里的客人都是有钱有势的，他发现美善非常好说话，为了帮助郑宇获释，想要求助于美善。美善果然心地善良，决定听听多美的请求。他听了之后才知道郑宇的处境，还得知眼前这位是他的女朋友。他向多美保证尽力而为，但也不让对方抱太大希望。实际上他已决心要将郑宇救出。他悄悄前往多美提到的警局，果然在那里见到了郑宇。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思考，她决定利用丈夫江俊响的影响力救郑宇，因为江俊响确实欣赏郑宇的才华，如果能让他无意中知道郑宇的困境，他肯定会介入的。果不其然，打了个电话，情况就告诉了江俊响。老江非常关心，急急忙忙的就要出发。美善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瑞涵大学的教授头衔果然厉害。在警局里，江教授随口一解释，那个要价700万的女人立刻催警官赶紧和解。警官提到郑宇有抗拒执法的行为需要处理，看这人一点都不会看场合。江俊响直接给他们局长打了电话。郑宇出来后把俊响搂了个满怀，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看着已经睡着的郑宇，老江脸上也是真诚的笑容，看来他真的很重视这个爱徒。他直接把郑宇带回了自家，打算让他暂住这里。郑宇本想拒绝，正好美善回来也同意了，他才同意留下。师徒俩准备欢喜地喝几杯，美善却悄悄来到郑宇房间，叮嘱他不要喝酒。他这是有什么企图？这种突然的方式竟是美善对郑宇的一种惩罚。郑宇因为说了和美善共房的话，就这样被教训了。这晚师徒俩准备喝酒，美善却悄悄叮嘱郑宇不要喝。虽然不清楚他的意图，郑宇却抓住机会询问了心中的困惑，问他为何装作忘记车库那晚的事。另一方面，郑宇的女友多美拿到了江俊响的手机号，因为联系不上郑宇，他打算打电话询问一下。美善看到短信后，出于私心选择不回复，而是把短信转给江俊响处理。江俊响认为郑宇应该专注于钢琴，不应该被女友干扰，于是就把短信删除了，并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直到他因饮酒过量需要去睡觉，美善一直在隔壁书房等到了睡着。江俊响上楼的声音把美善吵醒了，他心里开始犹豫不决，但最后还是决定理智一些，决心还是上楼去睡吧。他蹑手蹑脚地走过走廊，却被蓄谋已久的郑宇抓了个现行。没办法，美善只能尽量保持镇定，带郑宇去看了看钢琴教室。接着就是故事开头发生的那一幕。郑宇还意犹未尽，他拦住要走的美善，说想让他听他弹钢琴。美善并没有拒绝，因为之前错过了入学考试，江俊响希望郑宇能专心准备今年的3大国际钢琴赛，所以建议郑宇搬来自己家里专心练琴。美善从旁听变成了与郑宇一起4手联弹。他确实对音乐有着浓厚的爱好，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说不定现在的他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钢琴大师了。这时候，喝酒喝多了的江俊亨被口渴吵醒，他瞥了一眼美善的床，发现妻子还没回来，他没有多想，又继续躺下睡了。对楼下传来的钢琴声毫无怀疑，还称赞郑宇很用功。美善因为弹琴弹得开心，弹完后和郑宇拥抱便回房休息了，郑宇则继续弹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江俊响听说郑宇练了一整夜琴，开心的笑容满面。他们吩咐保姆不要打扰郑宇休息，就出门了。但郑宇的女朋友因为联系不上江俊响，直接来到了他家，保姆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打电话告诉美善。美善让保姆把他让进来，并特意叮嘱了一声，让郑宇房间的门留个缝。多美进来后直接去找郑宇，不顾一切的和他纠缠起来，把他的思念化作泪水。保姆在外头听着也觉得吵闹。郑宇告诉多美他会长住在这里，多美却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能否也在这里过夜？这让郑宇决定搬回去住，因为他不希望美善看到多美后会误会。美善注意到郑宇脖子上的伤痕，心里不禁猜测起来，让他感到难过。江俊响决定为郑宇购买一套正式的衣服。郑宇向他透露了想搬回家的打算。美善已经知道这件事，他支持他的决定，这让老江一脸茫然。夫妇俩一路上回家，经过一番交谈，美善终于平息了江俊响的怒气，然后他让江俊响停下车，告诉他要去见闺蜜。老江并没有多想，却不知道见闺蜜只是个借口，他真正的目的是去找郑宇。当美善在郑宇家与他轻松聊天时，江俊响回到家后也打算去找郑宇，想再和他好好谈谈。那时那个男孩正在家里擦地板，目的是为了让师娘能进一个干净的房间。因为美善用去见闺蜜作为借口，直接去了郑宇的家，与郑宇探讨人生规划和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。然而有个不请自来的人在门外偷看很久，看到屋里的两人亲昵的举止，江俊响心里在想些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他没有打扰他们，而是选择了离开。屋内的两人温度逐渐升高，幸亏一个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，是多美打来的电话。他告诉郑宇他马上会到他家，但在多美到来之前，
郑宇已经骑上电动车，带着美善离开了。相比于4轮车，美善更享受这种2轮的时光。郑宇将她送回家后，江俊想无精打采地坐在客厅里，看到美善回来，他问她和闺蜜玩得开心吗？美善随口编了个理由回答，她没察觉到江俊想的不寻常，也许是因为江俊想没有真正看到美善和郑宇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他暂时没有揭穿她。郑宇决定每天早上晨跑时路过美善的家，美善一大早就坐在窗前偷看，被江俊想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秘密，这让他非常气愤。美善因其出众的能力被会长重用并提拔，但这引起了会长女儿极度不满，他对她动了手，他却只能默默忍受。这已不是第一次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坚强地走过来的，一直以来她都是一个事业为重的女性，所以才能有今天的高位，却不得不在会长女儿和现任夫人的争斗中挣扎。受伤心痛时，他首先想到的是郑宇，他给郑宇打电话，让他开车来接他。他只是想要漫无目的的开车兜风，他只希望能在一个安心的地方好好睡一觉，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家里就像职场一样充满压力，毕竟他的婚姻是当年财阀家族安排的，江俊想不过是财阀女儿玩腻了不要的人，所以他们的感情中并没有爱情，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他从没真正恋爱过，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个恋爱方面的白痴。郑宇注意到美善头上的伤痕，停车关心地询问他怎么受的伤，他开玩笑说是被流星砸的。郑宇问他为什么不回家睡觉，他说家里没有温暖的感觉。美善还想再睡一会，郑宇突然有了个主意，他悄悄跑到不远处的旅店，美善看在眼里。郑宇听着管理员介绍房间里的各种奇特设施，感到有些羞涩。车里的美善见郑宇在旅店里迟迟未出，心里也有了猜测，他有些慌乱，没想到郑宇会这样直接，他还没准备好，他直接驾车离开了。郑宇出来一看，直接傻眼，马上给美善打电话。美善说这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叫你出来的，我不想和你进那种地方。这让郑宇很无奈，他只是想找个地方让美善休息。江俊想看到美善晚归，又以为他在和郑宇一起，他虽不说，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注意到美善的伤，并没有给予安慰，只是告诉美善在外说话要小心，别让人误以为是夫妻间的争吵造成的伤害。美善气呼呼的回应，他用这种口吻跟他说话，还是他以前那位骄纵的老乡。他顿时火气窜了上来，硬是说美善自找的。可他忘记了一件事，现在的豪宅，他的教授职位和优越的生活都是拜美善所赐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美善守时的来到窗边，却没看到郑宇的身影。他想他可能是生气了，而江俊想却主动向美善道歉，说他昨天不该对他发火，自责自己没用，让妻子受到那样的侮辱，希望他消消气。美善此刻显得漠不关心，对江俊想的感情也许真的快要结束了。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爱上了40岁的依旧风情万种美丽的师娘，在他大胆的追求下，这位未尝爱情滋味的成熟女性就要彻底坠入爱河了。就在昨晚，美善匆匆赶到郑宇的住处，正好看见他和多美一起出来，两人亲昵的勾肩搭背。虽然他们只是一起出去吃饭，但这亲昵的举动已经让美善火冒三丈。她在车里坐了好久，直到有人告诉她这里不能停车，她这才驾车离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她忍不住哭了。尽管知道多美是郑宇的女朋友，她还是感到非常生气。所以今天郑宇上门来上课时，她就对郑宇大发雷霆。郑宇一时还摸不着头脑，当知道原因后，他反而很高兴，因为美善嫉妒了，这是他第一次为她吃醋。他很快就哄美善开心了。确实，恋爱中的女人容易被哄笑。这时候江俊想回来了，他走进琴房，看见两人都坐着，问他们为什么不弹琴。美善撒谎说她在训练郑宇，说得头头是道，看起来他真的很生气。江俊想被吓了一跳，默默地走出了琴房。江俊想知道他妻子和郑宇之间关系模糊，但还没弄清楚他们发展到了哪一步。实际上，在美善之前的昨晚，他已经悄悄地去了郑宇的家，贴在门外偷听了很长时间，只为确认美善是否在那里。瑞涵大学打算特例录取郑宇，今天是他的面试日。郑宇完美的演奏赢得了一致好评，虽然江俊想头痛欲裂，但他感到有面子。郑宇正式成为学生，他的老师就是江俊想。心里虽然有疙瘩，但江俊想还是想要好好教导郑宇。可郑宇心里只把美善当作老师，对江俊想缺乏应有的尊敬，这让江俊想非常生气。他找到了一个算卦的高人，结果出乎意料的准确，占卜出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太好。他的妻子比起男人更看重事业，他地位显赫，这个徒弟是他的贵人，绝不能让他离开，可以帮他避开灾难，还是他成功的踏脚石，能助他更上一层楼。说到这些还算可信，却不料卦先生还特别强调，美善是绝不会做出那种事的女人。江俊想听后愁眉不展，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晚上美善比他早到了郑宇的家，他洗得干干净净，换上了郑宇的衣服，坐在床上等待郑宇的归来，好像准备了什么大事。当一个女人爱上了比自己小的学生，并且无法自拔时，她终于决定放下最后的防备。这个夜晚，美善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提前到达郑宇的家，洗漱整洁，换上了他的衣服。郑宇回到家，看到床上女人味十足的美善目瞪口呆，他没料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。美善询问他穿成这样的女友装扮如何，
他觉得太性感，无法抗拒。美善戏谑的挑逗，邀请他赶快加入。郑宇却装作矜持，借口要先洗澡。接着两人开始了深入的交流。这段描述太过含蓄，没有直接展现画面。此时江俊响还不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，他给美善公司的保安打了电话，询问两人的练习是否结束。得知他们不久前刚离开，回看郑宇初次来家弹琴的视频，他意识到美善早已陷入情网。虽然与美善情感不深，但终究是他的妻子，曾经每晚都睡得很好，现在却依赖安眠药才能入睡。可怜的江俊响啊！郑宇还在对美善说可能会做得不够好，如果感到不舒服就告诉他。美善安慰他说不会的，自嘲可能做得比他还糟。事后两人一边喝酒一边深聊，相互调侃，非常开心。那晚美善完全放开了自我，在郑宇家度过了一夜。天亮后美善就出门上班，没有叫醒还在睡的郑宇。美善的助理好奇他是否回了娘家，因为他的衣服没换。美善尴尬的解释，原来是美善吃了他的泡面，为了不吵醒他，在清冷的天台上独自吃，说很久没这么享受吃东西了，只在这里才有家的温馨。但因为他们的关系是不允许的，不能被人发现，必须学会隐藏。这不是不爱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可能心里觉得对不起江俊响。美善主动给江俊响打电话，提议晚上一起吃饭。江俊响心里虽然不快，但还是接受了邀请。做饭时连保姆都感到高兴。就这样，他们在家共进了晚餐，晚餐气氛还算融洽。晚上，美善注意到安眠药的用量有所不同，她对睡着的他也感到担心，于是打电话给开药的医生询问江俊响的状况。医生说用量是正常的，这让他稍感安心。这时他收到了郑宇发来的信息，郑宇说他太想他了，骑电动车过来只为了带他兜风。美善虽嘴上拒绝说会被人发现，却还是上了电动车溜达了不久。美善提出要去郑宇家里，郑宇高兴得不得了。他们一到家，甚至连灯都没开，直接亲热起来。明显一次经历过后就没了顾忌，一回到家就直接进入状态。两人在天台分享着事后的感想，意外的被郑宇的朋友打扰，这让两人都紧张起来。半夜的美善在这里很难解释清楚，他们不能被人发现。美善找了个地方躲起来，郑宇则设法让朋友离开，来的是女友和兄弟。郑宇不让他们进屋，建议出去吃东西，可是他们已经带了吃的过来，无奈只能陪他们一会，真是倒霉。天台上有两只猫打起架来，那声音把躲藏的美善吓了一大跳。郑宇他们也听到了动静，他们好奇想上去看看，郑宇连阻止的机会都没有。幸好兄弟把猫赶走后就下去了，没有发现美善。既然和美善发展到这一步，郑宇也借此机会跟多美提出了分手。意识到这样下去没有结果，多美心知肚明，一直是单相思，接受了郑宇的决定，和平的结束了这段关系。两人离开后，郑宇把美善从藏身之处找出来，有点意外。通常看到的是男性躲藏，这次反而是看到女性藏起来，感到颇为新鲜。美善脸上沾满了灰尘，心疼的为她抚平头发。在狭小的卫生间里，美善优雅的洗着脸。爱情让她对周围的恶劣环境视而不见，不被大众认可的爱情，结局会是怎样呢？江教授只觉得自己头上绿油油的。郑宇今天举办了钢琴音乐会，演出大获成功，他因此小有名气了。身为公开场合下郑宇的老师，江俊响也支棱起来了，脸上被有面。的确，就像算命的说的那样，他的名声正迅速上升。只是音乐会结束后的庆祝会上，却看不到主角郑宇的身影，美善也不见了。他们俩去哪了呢？他们选择私下庆祝，先在美善的办公室调情一番，然后跑到刚刚结束的音乐会的昏暗舞台后面，准备发泄身体的情感。郑宇说他已经调查过了，这里是监控摄不到的，看来他早有预谋。他们显然是被欲望冲昏了头，一个是宴会的焦点，一个是音乐会的主持人，本应是收敛的时刻，然而他们却没去参加庆祝会，这无疑让人产生联想。江俊祥早就觉察到他们有问题，便开始搜寻。首先来到了美善的办公室，看起来他们刚离开没多久。紧接着他来到监控室查看录像，大概知道他们去了音乐厅，先查了化妆间的厕所，最后来到了昏暗的音乐厅舞台上。此时郑宇和美善正激情四射，却没意识到江俊响离他们很近，两人不慎发出了响动。江教授凭借敏锐的听力确定了他们就在这里，正要继续搜寻，却接到了一条短信，这让江俊响突然慌乱，他放弃了现场抓人的机会。空旷的大厅里，他高声呼喊。江俊响离开之后，两人也不敢有任何举动了。美善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发现手机上有许多未接电话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去了会长的家，在会长简单说明后，就被检察院的人带走。会长夫人追问为何刚才没接电话，美善以身体不适、办公室休息睡着了为由道歉，于是就这样回答了。会长夫人含蓄地说：“你也有你自己的私生活。”随后让他回去休息。他回到了家，发现江俊响正坐在客厅里。这是一场跨越年龄与身份的恋情，这份感情注定要历经种种考验，甚至连见面都成了奢侈的愿望。郑宇在美善公司附近等了他许久，只为能短暂相见。两人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隐蔽建筑，互诉对方的思念。郑宇表达了带他远走的愿望，想要只属于他们的生活。美善却表示这里有太多人依赖他，他还不能离开。就在此时，
美善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吴市长发来的。郑宇立刻环视四周，只看到一个人影匆匆离去。他想追赶，但被美善阻止，因为他不想让郑宇卷入他的纷争当中。原来美善掌握着集团所有人的秘密。作为理事长，这些年来不知为他们解决了多少问题。现在会长被拘留调查，许多人都非常焦虑，他们想拉拢美善，同时又希望掌握他的把柄。美善告诉郑宇，近期不要再见面。郑宇希望他能摆脱这些纠葛，就算放弃所有奢华的生活，积累了20多年的一切，怎能轻易舍弃？不过美善也发现自己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他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吐露对正义的渴望与苦恼，连朋友都因此头疼，劝他应适可而止，却没曾想美善已真心爱上了那个年轻人。郑宇晚上在自己楼下找地方吃饭，没想到意外看到了一直在想的他。他走过去坐下，两人沉默不语，就这样默默享受共进晚餐的快乐。饭后他们一起坐上去乡下的客车，希望能暂时远离那些麻烦事。在一个简陋的民宿里，郑宇小心翼翼地铺好了床，还把美善的鞋子偷偷藏了起来。他们开始享受这里的美好时光，谁知道外面有人在偷偷巡视。面对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伙伴，他却默默地转身离开，因为他心里只装着这一个女人。美善和郑宇去乡下散心，清晨时分，两人在小镇上品尝早饭。跟郑宇在一起，美善觉得吃什么都特别香。然而他们不知道，有人悄悄进了他们的房间，拿着工具在里面搜索着什么。吃完早饭去结账，老板好奇地问郑宇：“这位是你妈妈还是你阿姨啊？”郑宇不假思索地说是自己的女朋友。就这样，两人在老板震惊的眼神中依偎着走了出去。美好的时光往往稍纵即逝。美善回到了公司，却迎来了一个意外的访客，是郑宇的前女友多美。他想要查清楚外界流言的真相。美善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说道：“你应该直接去问郑宇，而不是来问我。”多美希望这位阿姨不要阻碍郑宇的未来。说完，他愤怒地摔门而去。而这一声声的阿姨让美善浑身发抖，她气得在沙发上晕厥了过去。多美又来找郑宇，告诉他自己已经找过美善。郑宇听后非常愤怒，会长夫人一直想吞没会长的财产，而自己非法买股的证据也掌握在美善手中。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拉拢美善。面对这种狡猾，美善毫不动摇。但美善没想到的是，会长因为在看守所的生活难以忍受，美善被想法古怪的会长选中，成了他的替罪羊，带他坐牢。曾忠心伺候会长家20余年，却在关键时刻被冷酷抛弃，连会长夫人也站到了会长这边，毕竟血浓于水，他们是一家人。这一切让美善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，他不会轻易放弃抵抗，暗中保存了他们非法资金的证据，作为他的最后底牌。既然对战已经开始，美善决定以最佳状态应对，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机。这天晚上，他约郑宇出来见面，身边还有2位闺蜜做掩护。这次见面是为了告诉郑宇，他将暂时和江俊祥保持良好关系。美善需要郑宇暂时隐忍，还希望他能取悦江俊祥，直到他取得最终的胜利，因为他不愿意失去过去20年的努力。郑宇虽然心里不痛快，他不明白美善现在面临的困境，还是希望美善能逃离这些复杂关系。但他怎么会知道，事情远非他想象中那么简单。江俊祥极为在意自己的面子，还是学院院长的有力竞争者。尽管他知道美善和郑宇的关系，但他始终没有揭穿。在老院长的承诺下，他不仅要维护与美善的夫妻形象，还要和郑宇保持师生间的和谐。为了向人们展示家庭和谐的假象，他们还特地安排了一场采访。江俊祥甚至打电话让郑宇一同参加，虽然心里极不情愿，奈何美善也给他发消息。为了帮助美善，他还是去了。江俊祥为郑宇准备了衣服，还特意强调是老婆挑的，显然他是有意刺激郑宇。郑宇面对卧室中的2张单人床，心情异常复杂。采访中，江俊想与美善假装恩爱，旁边的郑宇看着这一切，难受地抱着脑袋，不得不强装笑脸，在镜头前弹钢琴。3人拍照时，郑宇被安排坐在中间，尴尬到了极点。采访一结束，家中便举办了派对。江俊想似乎在故意报复，他有意在郑宇面前拉着美善示爱，美善却极力反感，感到万分不适，只得低头沉默。幸好闺蜜看出了端倪，假意表示想吃泡面，为美善提供了离场的借口。但江俊祥仍旧不放过刺激他们的机会，即便美善刻意避开，他还是硬要拉她靠近，这让美善和郑宇2人痛苦不堪。终于，江俊祥醉倒在美善腿上。派对结束了，客人们纷纷离去。江俊祥摇摇晃晃地起身，坚持要送郑宇回家，但最终还是被酒劲打败倒下了。在车库里，美善心痛地告诉郑宇，他意识到了错误，意识到不能再这样演下去了。与此同时，会长那边也变得焦急，看到美善没露出破绽，夫人就想利用江俊祥。他让院长告诉江俊祥现状，希望他起诉美善以获得出具。如果美善入狱，院长的位置就肯定是他的了。江俊祥虽然想当院长，但并不想这样对待美善。他劝说美善自首，美善却坚决不同意，决定与会长一较高下。回家后，江俊祥越想越生气，觉得自己被背叛，美善竟然不愿意帮他成为院长，气得团团转。他连最后一丝同情心也失去了。
你会因为爱情而放弃20年的积累吗？美善和郑宇第一次勇敢的手牵手走在街上，既然大家都在猜测，他们决定不再隐藏。尽管美善比郑宇大20岁，但在那一刻，她只是郑宇眼中的小情人，两人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快乐，激情的在街头接吻，表达他们的爱。却没想到江俊响变得无情。美善在郑宇家中休息的那天，江俊响带着警服来到门前，因为他打定主意要以通奸罪起诉美善，目的是抓到通奸现场作为证据。警局内，江俊响一点也不像教授，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与他们的丑行，但最终被告知证据不充分。美善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他打算出去打电话，却被江俊响紧抓不放，担心他会逃跑，坚持要他在场内通话。美善召来律师，事件很快得到了解决，江俊响提起了离婚诉讼。郑宇和美善可以无拘无束的相拥了。美善重返了忙碌的工作，但她的地位已是非同小可。会长一家都在忌惮她手中的王牌，会长夫人甘愿放弃董事长职位，只为了取悦美善，不想让她揭露买股非法记录。美善在会长家打麻将如常，不必再战战兢兢，甚至不再担心打胡牌。就这样，金钱、名誉和地位似乎唾手可得，但美善心中有疑问，这真的是她所追求的吗？经历了这么多事后，她越来越感到被那种上层生活所束缚。只有停下来才知道自己曾经过得多么疲累，多么缺乏尊严。回忆与郑宇的点点滴滴，美善终于想通了。她深夜拜访郑宇的家，向他透露了她的决定。郑宇全力支持她的选择，他们用身体诉别。次日，美善将所有罪证交给了检察官。检察官看后深感震惊，不解地询问美善为何要这么做。因为涉及的利益庞大，某些人可能逃避惩罚，而他自己却可能因此入狱。在法庭上，美善没有为自己辩解，对于其他人的判决也不关心，她只在乎自己找到了自由。在这一刻，他感觉到了真正的解脱。这一幕让郑宇对美善充满了敬意。在监狱中，美善竟然能睡得香甜，她的鼾声让牢头难以入眠。他们打算对这新人施以小惩大戒，拿起剪刀准备剪掉她的长发。美善被吵醒后还是有些害怕，听说是要剪头发，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只要不要命，剪就剪吧。”然后又闭上眼继续睡觉。郑宇前来探监，美善指着自己被剪乱的头发，问他好看不好看。郑宇也打趣回应：“还挺适合你的。”美善对郑宇说：“你可以忘记我，去过好你的生活。你已经完成了在我生命中的使命，给了我爱，也让我失去了一切，帮我做到了我自己做不到的。你可以离开了。”郑宇回答：“没有你，我的心怎能放下？我会等你，无论多久。”美善说：“那好，随你便吧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这样的爱情对美善来说来得有些晚，但美善并不后悔，因为是郑宇的爱让她获得了新生。